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龙龙榴莲的 Podcast 频道，我是阿龙。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今天呢，又来到我们阿龙龙榴莲的 EP4。那诚如标题，今天呢，就是大家有看到我手上有拿着一个检验报告。有听 EP2、EP3 的人的话，应该还记得，就是我当初在离开日本。然后呢，要回来台湾之前呢，其实我在搬家的最后的那个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过敏的这个事情。那虽然呢，在就是有关过敏这一部分嘛，其实基本上我吃了2个礼拜的药，然后呢，所有的问题应该是已经解决了。那但是就是以防万一嘛，所以呢，其实我回台湾的时候呢，就是我有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急性的过敏原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服务。那我这一次去的呢，是一个叫做在中山区一个叫做长庚安医事检验所的一个地方。那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啊，就是去抽血。那他抽了一大堆血之后呢，就是他有分2种报告。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刚回来台湾没多久，然后之后他有说，就是大概在75天以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急性的报告的。那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急性的过敏原的检测。那现在呢，我手上拿到这一本，大家看到的这一本呢，其实就是我在5月4号检测之后，然后将近2个礼拜，是5月11号拿到的一个报告。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如标题所说的，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开箱，就是我们来开箱一下，就是到底我之所以会过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因为这个报告呢，其实说实在的有一点大，那其实大家就听我讲就好了。我觉得这一次做这个报告啊，其实有意外的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从来不知道的。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一些比较意外的状况，就是呢，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啊，主要是这一章啦。那它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就是通常我们平时还蛮常吃肉的嘛，譬如说吃猪肉、牛肉、羊肉、鸡肉之类的。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情况，就是从小啊，其实我们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其实还蛮常去吃羊肉卤的嘛。那这一次非常意外的发现，就是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里面呢，我竟然对羊肉是有过敏的。天哪！而且它有一个参考值啊。就是200这个数值，那我这个羊肉呢，这个选项呢，已经来到了232，而且还是用红线，用红字标起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它已经超过标准值了，可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说基本上超过标准值，就是已经是有过敏的这个症状，那只是就是依你数值的大小，所以有那种非常严重的过敏啊，或者是些微过敏之类的有所不同。但是我吃羊肉卤啊，吃羊肉、吃羊小排，吃了这么久，完全不知道我竟然对羊肉过敏。那这边呢有另外一个就是对照的，就是像猪肉或者鸡肉，像猪肉的话是0，是完全没有任何过敏成分的。然后像鸡肉是2，就是其实也还好。然后牛肉呢是92，那也是远低于标准值。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选项，就是我原本只要去测说，就到底为什么那个时候搬家的时候过敏这么严重，那就意外的发现其实我对羊肉过敏。天啊，这是告诉我说我接下来没有办法吃羊肉卤的意思吗？可是就是我大概上个礼拜吧，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去教练课培训嘛，我那个时候跟同学还跑去吃炒羊肉，我还是吃得很开心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参考数值吧。然后啊，就是如果你就通常我的朋友啦，其实大家几乎都知道，就是其实基本上我是不喝咖啡、不吃海鲜的。那这份报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让我意外的部分，就是海鲜的部分。就是从小啊，就是我好像是大概在国中吧、高中之后，就那之前其实家里蛮喜欢吃海鲜的。就是以前小时候就是还蛮常会有就是什么虾子啊、螃蟹啊之类的料理会出现在餐桌上。那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去吃一些，那可能没有这么喜欢，但是还是有吃。然后就渐渐的，好像是从国中、高中之后吧，
就是我发现我对这道料理开始渐渐的产生了，就是会有一些反射的动作，就是当我吃到或者闻到之后，就是会有点想吐，所以呢，就渐渐的，就是我会开始避开，就是什么虾蟹啊、鱼啊、海鲜之类的东西。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就连像譬如说有去吃什么喜酒之类的，然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像吃喜酒，大概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海鲜，所以像那种时候，我都会对外宣称，就说哦，其实对我海鲜过敏，然后就是呢，我吃素之类的，对，那就是就这份检测报告竟然告诉我一件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我原本一直以为就是我讨厌吃海鲜。只是单纯的因为我讨厌而已，结果就是我在那边对外宣称说，其实我过敏这件事情竟然是真的，就是像他这边就是有测试的项目，它有螃蟹、虾子，然后蚌类、牡蛎、花枝、鳕鱼、鲑鱼、尾鱼，哇，其实还蛮细节的连尾鱼这么细的东西都有。然后呢，在这个当中里面呢，其实特别是甲壳类的，就是我的数值是远高于像刚刚的那个羊肉230这个部分，像我的螃蟹已经来到540，然后呢虾子来到510，特别是然后接下来是蚌类哦，这个超夸张的，是所有数值之高最高的来到720，然后呢牡蛎就还好39，但是花枝的部分呢来到560，然后有趣的是就是鱼类啊竟然都是0耶，就是我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鱼类，但是鱼类竟然都是0，所以就是这张表其实透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说，其实我好像特别对甲壳类，就是螃蟹、虾子这一部分是有一个蛮大的过敏的一个反应在。然后呢，当中最严重的是蚌类，是720这个样子，然后花枝是来到了560，所以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我看到这个表的时候，我整个震撼，就是我对外宣称的过敏其实是真的过敏，这我从来都不知道说，原来我真的对海鲜过敏的。所以其实下一次就是我如果又是遇到就是有海鲜部分哈，其实我到时候就可以很名正言顺的跟大家说，就是我真的海鲜过敏，因为我手上已经有拿着这个检测报告。讲完了就是刚刚讲的这些杂鱼们嘛，那接下来就是要回到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这一次我在日本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总藤猪头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来这边就要来跟大家揭晓了。那其实呢，这边上面就有写到，其实主要是因为尘螨，还有就是羊皮、羊毛之类的事情，造成我这一次主要过敏。那当然是我自己猜测啦，因为这边的上面写到的这几项，其实是和我当下情况是最有关联的，因为我在打扫嘛。那打扫已经就是有，比如说看不到尘螨会飞来飞去啊，然后或是说就是譬如说那个棉被枕头里面也许有一些羊毛之类的，所以我个人猜测就是这一次最主要的过敏源，就造成我过敏的原因。那先带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像这边的尘螨啊，其实很有趣哦，大家知道吗？其实尘螨有分好多种，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酷，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叫做屋尘螨，对，就是房屋的屋。那这个选项，这个尘螨呢，我过敏指数是150，就是还是低于标准值。那另外一个呢，叫做粉尘螨，它是像粉一样的尘螨吗？我也不知道。那这个粉尘螨呢，应该就是主因之一，就是我的过敏指数有来到515哦，其实超高的哦。对，标准值是200，大家记得标准值是200。然后呢，还有一个热带五爪螨，哇，这感觉就是会生长在台湾的这种热带、副热带的地方，很酷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呢就还好是110。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混合蟑螂，混合蟑螂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这个也是102，就还好。那狗毛皮，可能狗的皮吧，那是0的部分。然后猫毛呢是15哦，所以我对狗跟猫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对猫狗过敏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叫做羊皮毛屑。那这个呢，其实指数之高啊，来到622。这个是刚刚我说那个蚌是第一名723，那第二名就是这个羊皮毛屑。我猜应该就是因为我记得像现在就是有一些枕头啊、棉被，就是我刚刚说他们应该多少会混一些不同的材质的毛在里面，
所以呢，也许这个就是和我过敏有关系的东西，就是这个羊皮毛屑跟这个粉尘螨。那最后一项呢，就是鸟的羽毛，就是26，这也就还好。对，那对这个就是这一次就是应该是造成我那个过敏主要的原因啦，还有就是意外发现的事情。那就是除了这一部分呢，其实想说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这一次的过敏原66种急性检测里面啊，其实它还有好多的项目。譬如说，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譬如说它还是有去测一些霉菌、花粉类的东西，什么青霉菌啊、念珠菌啊什么的，相思素、木麻黄这种东西。然后后面这边呢，就是它还有带到就是大家常见的就是蔬菜水果类。譬如说什么芹菜、花椰菜啊、四季豆啊，大家最讨厌的青椒啊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譬如常见的水果，譬如说芒果、奇异果、苹果、香蕉之类这种东西。那最后这一 part 呢，还有就是蜂蜜啊、米饭、玉米、小麦、花生、腰果、芝麻、杏仁之类的这一部分。那这所有的就蔬菜类、水果类，还有就是那个核果类。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尘螨毛屑类、海鲜，还有就是肉类、奶蛋类，还有最后就是霉菌花粉类，就是总共测项就是这一次66种的急性检测，对，就是这个会诊的报告在这边。然后呢，除了这个检测的报告之外呢，那它其实还有附就是剩下的比较偏有一些是卫教资讯啊，就是跟大家说明说，就是他今天告诉你有这些数值，那这些数值呢，其实对应到什么可能常见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要如何去也许是避免啊，或者说你要如何注意的，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偏卫教的一个报告在后面，所以其实蛮大一本的，因为毕竟它有66种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66种就是急性过敏原检测报告的一个结果。对，跟大家分享。好，那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过敏原检测啊，其实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比较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我当初自己想象猜测的，就比如说刚刚说海鲜啊，那一部分的食物，就没想到就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就发现真的有过敏。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有一些闲钱的话，我是觉得大家至少一生当中啊，也许去做一次就是过敏原检测。那当然，它检测项目就是像我这一次这一件，它有什么急性，还有就是慢性，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项目，其实它可以包很大的就是检测的部分。那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辈子也许可以至少做一次，虽然价格不便宜，像我做的这个急性大概是3000多附近。然后就是慢性好像是不知道6000多还是9000多吧。有闲钱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一次的这个检测，然后了解一下，就是你到底对什么东西是有过敏的。那未来的时候，就是你在饮食的部分呢，其实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一部分。所以呢，想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真的有闲钱有时间，对，去抽个血，简单做个报告，然后大概1-2个礼拜就得到报告结果。其实我觉得蛮划算的，对，推荐给大家。
那就是结束了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次主要主题之后啊，对，没有错，又来到了我们传说中的观众投稿时间啦。大家有没有想说，这一次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剧嘛？这样在那边演呢？我跟大家说，不是，我们这一次终于迎来了阿龙龙榴莲的第一封观众投稿。天哪，大家一个拍手，谢谢大家，太棒了。好，那呢？今天呢，就是我偷瞄一下电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就是得到观众投稿，那就是我来把这一次观众投稿的部分念出来给大家听。那这位观众这样说的：安安你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欧米亚，我来破冰，破什么冰？我们这好了，感谢西欧米亚破冰。然后他就说呢，就想成为阿龙榴莲前3名的观众来信。然后呢，他就说那一天突然想到，不知道龙哥过得如何。不是有 YouTube 频道吗？那来看一下好了。哇，没想到不仅没有停更，还做起了 Podcast， 哈哈，厉害啦！来听听。然后呢，他就说想跟你分享，就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帮助自己写日记，也是让很久没有联系你的朋友，就是挂号就是我，哈哈哈，快速熟悉你的近况。尽管工作来来去去，看到阿龙还是一样没有变，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觉得挺感人的，加油呢！最后来提问，既然回台湾有些时间了，龙哥有没有想去哪边走走？台湾哪边走走，或者用新的角度来探索台湾啊？刮胡、徒步、骑机车、离岛、跳岛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说台湾还是有很多值得去走跳的地方呢。我自己则是蛮想去阿朗伊的啦。好啦，就是观众投稿归投稿，还是记得跟我线下吃个饭哦，看看能不能5月底之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观众就是西欧米亚来破冰的一个第一封观众投稿。好，那这边就小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对，那这个观众呢，西欧米亚呢，其实就是我以前认识的朋友。对，那就蛮意外的，就是其实有一阵子算是他投稿之前，其实已经有一阵子没什么联络了。那虽然没有联络，不代表大家不熟，就是所以他就有说嘛，像比如说就投稿归投稿，还是要记得线下约吃饭什么的，5月底之前。所以呢，其实在说他这个投稿之后，然后都到今天录音的中间啊，其实我就已经有约过他去吃饭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聊得很开心，就是很像是老朋友，很久没见面，但是一见面就是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话题可以聊，就是完全不会有什么尴尬之类的。就是还蛮意外的，就是没想到，就是我的这个朋友西欧米亚，就是还有在听，就在 follow，就是我们在拍的东西。对，那这边呢，就是刚刚西欧米亚有提到嘛，就是他就说他接下来想要去，就是走一个阿朗伊古道。然后呢，我这边就是对，因为我原本其实真的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阿朗伊古道，所以呢，我这边就是顺便做一点功课，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阿朗伊古道呢，其实是在台东县达人乡南田村，然后到屏东县的牡丹乡旭海村之间的这一条古道，这个古道呢就称之为阿朗伊古道。然后呢，这个古道呢是台湾仅存没有公路经过的原始海岸线。所以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就是阿朗伊古道的话呢，其实它的海岸线非常漂亮。然后在海岸线上面，因为就是没有公路嘛，然后也没有人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非常的原始。然后它海岸线上面就是以那种就是有那种圆圆的很漂亮的石头，然后就是整个整个海岸线上都是这些石头闻名，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不过呢，听说就是那一段啊，就是非常的炎热，因为它没有什么遮蔽物，然后你都是在海边，然后甚至还会再走上一个小山丘，然后就是可以去拍照，就是很漂亮的一个风景。然后呢，为什么叫做阿朗伊呢？就是因为源自于当地的达人乡安朔部落的一个旧城。那对，就从旭海到安朔的这一段路程呢，就称之为阿朗伊古道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就是线上去报名一下阿朗伊古道。然后那个好像是需要就是事前预约的，就是需要有导游去，算当地向导吧，带一团的才可以去参加这个阿朗伊古道。那我是不知道西欧米亚，对，我们聊天的时候没有聊到，不知道西欧米亚到底是有成功的报名到了这个阿朗伊古道。那反正就是跟大家就是做一点功课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就是西欧米亚有问到说，就是就我回来台湾了嘛，那到现在有没有想说，就是去走走，或者用什么角度探索台湾的？我真的觉得，就西欧米亚真的是非常的会 cue，就是我们做节目的这个部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呢，接下来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呢，对，这边跟大家偷偷的分享一下，就是呢，我和我的高中同学，就是以前我们有一起去环岛的那一部，对，上面对我们有10-20秒浓缩的环岛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一部。里面呢，就是同样的原班人马，我们这一次加我们3个人又要再去环岛了。那我们原本是真的是要再环一次岛，只是呢这一次呢，大家就是对时间又有限嘛，就是好不容易瞧，3个能够一同时出现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之后我们就瞧出了一个就是大概是5-6天的行程。那因为通常环岛，因为我们先前的经验大概是2个礼拜。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压缩到1个礼拜内，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要特别去环，就是我们当初东部，就是从基隆那附近嘛，就是一直往下，宜兰花莲，然后走到台东的那一段，我们大概会花5到6天的时间，就是再一次的去环这个东部的海岸线的部分。所以啊，到时候呢，我们已经预计好，虽然我们会骑车嘛，对，我们骑车环岛。然后同时呢，那个时候就是会帮大家去捕捉一下，就是美丽的台湾的海岸线。然后呢，也许那个时候呢会再拍1-2集 vlog， 不一定。到时候就是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会再做出环岛的环东部的一个小特辑，再分享给大家。刚刚讲完环岛这个部分啊，其实我觉得我在回台湾之前啊，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心态上的改变，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大嘻哈时代》2，对，我没有看过1，那我也是2的话，我也是从中间才开始看的。那个时候，在我回来日本前，那个时候《大嘻哈时代2》呢，其实就已经快要接近到最后的16强、8强，然后甚至到总决赛的部分。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日本啊，就听到这些大嘻哈时代的素人们的表演，然后呢，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对。有一位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应该是叫做 Aquaman 吧，对，因为 Aquaman 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台一点，就是很像就台湾音浪的感觉，所以他的表演呢基本上都是用台语来表演，然后呢他的歌就是搭配饶舌，就是台饶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加上就他其实做了很多自己的变化，就不单是唱歌，其实他后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然后就觉得说，那特别是那个时候人在日本，其实就觉得就说，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去学英文，去学日文？可是当我们就是回归到就是台湾的文化、本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台语，当然台语可以是一个泛称台湾的代表的语言。那当然台语我觉得也可以包括就是比如说闽南语、客家语，那原住民语各式各样都可以。那我这边讲的是闽南语的部分。然后就觉得就说，因为像我在家里嘛，就是跟以前跟阿公阿妈，就是大家讲话的时候啊，就是阿嬷就是他们就会跟我讲闽南语，那个也是我主要的在讲闽南语的一个时机，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在日本的那个最后的时刻啊，我就在想说，就是好像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去学外国的语言、外国的文化，然后就有一种好像就是有点遗忘了台湾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文化跟语言，其实在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在哈日哈韩的同时啊，有点，特别是我那时候人就在日本，就有一点那种觉得好像自己忘了一个根、忘了本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听他们的那些比赛表演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的更有感触，就觉得就是说，应该自己要再多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土地，然后就是了解这个家，甚至是在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语言。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才可以更，譬如说去拥抱国际化之类的，去跟世界的人们就是分享你的土地，分享你对于这个土地这个地方的一个认同。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呢，我很推荐，就是比赛选手有一位叫做 Gami B 的石桥，这首歌真的是好听到爆炸，非常的具有诗意。
然后呢，我也补充一下，就我刚刚讲的阿夸面，他有一首歌叫做台语叫怎么欠眠嘛，欠眠砍眠，对，砍眠之类的吧。还有就是那个红根少年兄，就是风光少年兄。对，我觉得这几首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就是让我有一种就是重新的觉得我应该好好再花时间去深入去了解这个语言、这个文化，还有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甚至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还特别去查了很多，就是台语的用法，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就是一个年轻人可以这么厉害的把台语做成饶舌，然后用的那些台语还是真的就是平常比较少听到的台语，所以其实光是听那首歌，其实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回到原点，这个就是我有点像是呼应一下西欧米亚，就是对于说有没有想要去台湾哪边走跳啊，或是用新的角度来探索台湾。这个是我大概这1个月吧，就是从日本回来台湾的那一个过程当中，是自己有一种就是启发吧，这种感觉。对，好，那今天的观众投稿其实基本上就是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西欧米亚，对，给我们破冰，给我们来了阿隆隆的第一封观众来信。那对，这个就是今天的观众投稿的部分啦。那同时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前，就是一样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对想要投稿的话呢，欢迎就是寄信到我们的podcast@liumonster.com， 就是我们的观众投稿信箱。那记得就是在主旨的部分加上阿隆罗卢连，那我们就会在下一集的时候呢，就是会把这个观众投稿的部分念出来给大家听。那基本上呢，这就是今天这一集阿隆的如恋 EP4 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对大家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呢，不管是留言like 或是追踪什么都可以，就是用你喜欢的形式支持我们，就是我们继续创作下去的原动力啦。好，那今天阿隆如恋 EP4 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见啦，拜拜。